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2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37.92，收盘价是339.34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43.18，最低价是在333.2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仍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8465.48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。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5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之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即下行，下方是回踩了333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是得到了支撑，然后股价在盘中开始震荡上行。那上方呢是在343附近遇到了压力，那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，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我们也会看到呢，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。那也就是说，当日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典型的休息的 K 线。那我们也会看到上下影线长度也基本相等，并且呢，当日股价的这个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也并不是很大。所以说呢，在当日股价是处于一个休息的走势。那么在接下来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能够高开高走，那么将会出现补量的上攻。那么否则呢，股价将会有横盘的走势。那在近几个交易日，也就是接下来交易日，上方355，下方是在331，那么股价呢将会继续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提到了，就是说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高开高走会有补量的上攻，因为我们会看到股价连续出现的横盘的走势，一直是在进行向上和向下的测试。那么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仍然是在一个向下测试之后的反弹中，所以我们根据目前这个均线的计算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有多头力量的推动，那么很可能会有补量的上攻。那么这个补量的上攻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去测试355这个前高的，甚至也很有可能会出现新高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再补充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并没有预测股价会出现补量的下跌呢？那么我们认为目前下方最低我们会看到在330附近或者331附近股价连续数个交易日都是在这个地方得到了支撑，并且呢，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视频当中提到过，目前股价的走势是取决于多头，所以目前我们认为多头仍然会守在这个横盘的区域。换句话说，它至少会守5月13日这根 K 线的实体的中线，也就是在327这个位置。那么目前多头一定是要守这根 K 线的，而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将是一个支撑。同时呢，它的最低317呢
也将是强支撑，并且呢，在接下来的交易日，20日均线值也将会到达317，所以我们认为股价目前出现横盘，一旦出现我们会看到出现这样的一个下垂，那么很有可能会有如果有多头力量进入呢，股价应该是会有向上的突破，而向下呢我们认为多头的力量还是非常强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给出这个判断的原因。好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向上突破，收盘价会在357附近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33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而实际在5月23日收盘价是在339.34，股价呢是出现了横盘向下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呢性质呢是相同的，也就是说都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下方，并且是收在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范围内。对。那同时呢，当日的走势，我们认为也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最高是在前高附近，就是在343附近是遇到的压力。唯一很大的不同呢，就是股价并没有出现大幅的回档，而是出现了一根休息的 K 线，出现了横盘。好，那么股价呢，现在是在向下测试之后的反弹中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5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55这个位置。那么这个位置呢，对于目前现在股价来说，它是前高，那站上它就是再次出现头高，而继续目前的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。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355这个地方开始出现了回档之后呢，目前呢股价又是出现了反弹，但是呢很遗憾，目前股价还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同时呢成交量一直呈现的量缩，没有出现一个量缩。这也是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信息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时候说了，那日后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，对，也就是一次站上5日均线值，甚至是站上前高。好，那么在到达355之前，目前5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343，还有上方的348，包括350整数关口，那么这个区域呢将是股价在到达355之前的强压力。那目前呢最关键的一个位置就是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呢在5月27日是在339到343，也正好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的上影线这个部分。对，所以呢股价其实目前向上突破的压力呢还是蛮多的。对，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，如果出现一个高开盘甚至跳空的高开盘，那么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推动股价的一个支撑。对，好，那么如果日后股价能够站上355呢，股价将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，那继续上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367，第三个目标就是420。好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之前在这个横盘区域，我们多次提到过，之后我们也多次提到过，这一波横盘如果建立多头趋势之后，那么股价将会到达360附近。那么之后我们也提到过，在到达360之后呢，股价如果不能
就是股价不会突破，而会出现回档，而回档我们给出的预测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去回踩320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来看看日后股价是否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势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再补充说，我们刚才回顾这样的一个之前的推断呢，就是说如果股价在这一波回档成功，一旦突破355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很有可能会到达380这个位置，也就是站上367来回补这个缺口。对，好，那这是股价的上行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71，跌破它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那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的几个关键标志位317，还有20日均线值，20日均线值将会到达314到315附近，在5月27日。所以呢，这个位置将是股价回档的时候的强支撑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那股价接下来的支撑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290，然后呢，才有可能会到达271。当然，在到达这几个支撑位之前，目前股价首先要突破上方的这个横盘区域，这个关键标志位，也就是331。好，那日后股价一旦跌破了271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23，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14，而股价一旦跌破了271，一旦瓦解这个多头趋势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继续下行真正的目标就是214， 223仅仅是支撑位，因为跌破214将会再次出现底底低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延续着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继续下移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2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中线是在337附近。好，那么到了也就是在5月23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基本上在盘中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呢是收在了这个观察位的上方。对，好，那么到了5月27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，我们取整数340，也就是这根休息 K 线实体的上沿部分。好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取这个位置呢？一个是它是这个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，还有一个就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也正好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一直在日 K 线图的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，甚至会出现新高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好，周 K 线图，首先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5月19日当周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个典型的天剑线。天剑线啊，如果是在上涨的高位通常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尤其如果天剑线如果抱有大的成交量，更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而在5月19日当周新生成的这根天剑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当周是成交量量缩，然后呢，天剑线的位置呢是在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范围内，所以呢，出现这样的线型
我们会把它首先称为是休息的 K 线，也就是说，股价在经历这样一个强势上涨之后啊，在5月19日当周，实际上生成的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我们也会看到，在当周啊，股价在突破前高之后啊，上方是有压力的，那么股价呢又被压回，然后成交量缩，那说明多头并没有发力，同时呢，空头的力量也不是很强，所以说我们把这根 K 线定义为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当然，出现休息的 K 线，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当然有可能会向上突破，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几个指标，那我们会看到这个 KD 值呢，双线是向上，也预示着股价呢会继续上行，但是快线的方向我们会看到出现了一个转折，其实也就说明上行的走势开始减弱。那么 MACD 我们会看到快线呢是即将要上穿零轴，零轴上方又出现了绿柱，那出现这样的信息，对于周 K 线图来说，也就是将会进入到一个即将进入到多头趋势。对，我们也会看到目前的股价的收盘价都是在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的上方，所以基于这几个指标然后在强势上涨之后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，我们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会出现补量的上攻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，然后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的走势的预测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给出的预测，在5月19日当周，如果股价出现上行，收盘价会在375；如果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315。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是在336附近。好，那么到了5月27日当周，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股价如果出现上行，我们认为会收盘价会在390附近，也就是说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。那如果出现下行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价会在32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周中我们要给的观察位是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在332。好，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股价只要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向上突破的走势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但是如果在周中股价在332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回档的走势，而一旦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认为2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，其中不是20日，是20均值将会成为比较强的支撑。所以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即使出现回档呢，收盘价应该是在至少会在300关口上方，对，是在320附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给出的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30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88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之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守20日均线值，那么到了5月23日收盘价是在339.34这个位置。对于这个仓位，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股价是出现了休息的 K 线，并没有成交量的
这个支撑，同时呢收盘价没有出现任何的突破，例如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或者说是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并没有这样突破的信号，所以说对于多头目前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那么到了5月27日，我们给出这个仓位的止损位，我们继续守20日均线值，是在314到315之间，这是多头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343一直到350整数关口。那么我们认为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，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20日均线值315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2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是从339到343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面2根 K 线的最高348到350整数关口。第三个压力位是355，第四个压力位是367，第5个压力位是上方的380，也就是2月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5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我们取整数是在332。第二个支撑是317，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314到315。第四个支撑是这个缺口的中线，是309。那第5个支撑呢，我们给出是300整数关口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5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补量的上攻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4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354，收盘价会收在353。那如果出现这样补量的上攻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4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补量上攻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或者叫横盘向下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45，下方最低会到达330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35附近。对，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4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